潘先生，24岁，来自江西，公司业务员，有请小潘。胡女士，23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有请小胡，有请。欢迎两位哈，谁要来的呀？我呀。哦，你的小片里说他一直不在乎你的感受，太自私，是这意思吗？对。你们谈了多久啊？我跟他在一起快有3年了。快3年了。对。3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吗？刚开始还挺好的，我觉得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哦，这不在意和太自私，我们怎么解读呢？首先，我觉得特别的让我难过的一点是他不愿意去为我做一点点改变，不愿意去迁就我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不在乎我的感受，都不会去关注我的情绪。行，那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吧，就像我和他在一起已经有3年了，你能想象一对正常的情侣在一起快3年了都没有逛过一次街吗？真的假的？真的。不是，我想反驳一下，就是说什么叫3年都没有逛过街？我觉得你对逛街这个定义我们肯定有点差异。昨天晚上不还逛过街吗？我突然想起来这事情。你好意思说昨天晚上？昨天晚上那能叫逛街吗？那哪不能叫逛街啊？昨天晚上我跟他说我想去喝点东西，然后他说行吧，那就带我去买杯奶茶。然后呢，刚好那家奶茶店在那种商圈的那种4、5楼，他就径直的带着我坐电梯上去了，买了一杯就下来直接回来了，这叫逛街吗？那可不是嘛！你说你想喝，我领着你去喝了，回来了，多开心呢！你这只是陪我去买了我想喝的东西，你怎么能把这个叫做逛街呢？这逛街非得像你那样，就是说没事到处转，那才逛街啊！这哪是到处转？我们本来就是在有空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啊，就是当做是消遣呀，一起逛逛街怎么了？你就有这么不愿意陪着我吗？这就是说我不愿意为你改变。对啊，你要是愿意为我改变一点点，你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我觉得2个人在一块儿最重要就是开心的。你觉得逛街让你开心，但是我觉得逛街对我来说很枯燥、很无味。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去呢？你跟你那些小姑娘一块儿去不挺好的吗？你说你想吃饭、想喝东西，我就领你去，懂吗？你带我去吃饭，你也是。他每次去吃饭，直接在手机上看一家那个饭店，然后他觉得这还不错，行，那我们就去了吧。然后是径直的，他就带我去那家饭店，吃完饭了，好，我们就直接回来了。这种东西能叫逛街吗？我一直在说你就是一点不肯迁就一下我。但是这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你吃饭啥的，你不得找个口碑好一点的？你去乱逛，那吃的最后不好吃。那你因为不喜欢陪我逛街，你就不去逛。那以后如果你因为不喜欢跟我去拍照，你就不跟我拍婚纱照呢？以后你不喜欢医院，你不陪我去产检呢？不，咱们想多了，只解决眼前的啊，你们还想到产检了呢。行，我听明白了，就是男生不愿意迁就女生呗，对吧？各自有各自的行为坚持，是这意思吧？还有啥呀？还有很多事儿，就不管怎样，我跟他软磨硬泡，他从来都不会低头，也不会迁就我一下。就像在我的朋友面前，他从来就不会露个脸的，别人都不知道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朋友啊？从来都不会参与一下我的生活。哦，为啥呀？不是，你说他一会儿小姑娘一块吃饭聊天聊化妆品啥的，为什么非得让我去？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呀？不是我坐那跟块木头一样，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是吗？但是你不去，那我那个朋友他们都来说，听说你交了个男朋友怎么样的呀？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呗。这2个女孩子又是我的初中同学，从小一起长大的，对于我来说都是重要的人啊。而她而言，对于我来说也是重要的人。我肯定希望我重要的人、重要的朋友圈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说她不参与到你的社交圈里，是这意思吗？对啊。从不参与吗？从不参与。但是我觉得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说实话，我们俩的圈子差异挺大的，所以说去他的圈子，我真的没有很多的话要说。我看看你啥圈子，他啥圈子呀？我的话，不都年轻人吗？他是男圈子，我是女圈子。他可以大热天的60多度的地面温度，他去打篮球，不陪我逛街。那能一样吗？你说？你还是那个逛街的问题。那你见过他的朋友吗？我去过，他偶尔说想让我去的那种场合，我都会陪他去。有些时候就算我正在忙，我都第一时间的去配合他。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所以对于你的很多朋友来说，他是一个隐形的男朋友，对，是吧？参与度特别低。明白。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不是给自己的戏份太多了？你就觉得我一直在加戏，你不来参与我的朋友圈。对，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其实他根本也许说是小问题，也许说这根本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吃饭这些什么事儿的，你告诉他们你有人男朋友不就得了吗？然后你又说你跟我去吃饭什么的问题，我去吃饭，说实话，我并不是说非得一定让你来啊。我说你有空，你说你没吃，我让你一块来吃一个。你说你有事你不来没关系啊。还有时候我没有让他来，他非得不请自来，你能理解我的那种感受吗？不能理解。是。
因为我对你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对错啊，我们简单探讨。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这2件事儿，让我觉得你这人特别没有生活情趣，你知道吗？不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你不会享受生活，你没有感受生活的那种感知力，你不愿意去感知，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部分你不愿意感知。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谈我的感受，没有什么对错啊，姑娘，你接着往下说。他容易受到他朋友的影响，然后就动不动容易怀疑我。还怀疑你？对，责问我，态度特别不好的那种。你干了什么？他责问你？有一次，我们2个人一起去公园玩，我们全天都在一起玩的。我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结果呢，我们那天玩回来了，第2天，因为他朋友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你们俩去公园玩了，还拍了照片，他就怀疑我有一个偷拍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我能不生气吗？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当然。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责问我呢？我是责问你吗？当时别人给我发一消息，我问你有没有这回事，你说没有，我也没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相信，你怎么会去问我呢？不是，你为什么戏份这么多呢？我就是不理解。还是我的戏份多，他还觉得是我的问题，他怀疑了我一顿，我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你们俩去公园拍个照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叫偷拍呢？我不知道。我也没说他偷拍呀，他觉得我说他偷拍。这事儿我也没弄清楚。他怀疑我有偷拍行为，但是其实那一天我们全天在外面是没有拍过照的。他朋友说看见了我拍了我们俩的照片。不是你们俩拍照还需要偷拍吗？我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是听信朋友的一句话，觉得就算我拍照了，他怎么不知道呀？对吧？就是说我拍照的时候都没告诉他我要拍照。我来回忆一下当时我朋友给你发一消息，听说你俩在公园玩，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说有照片，然后我说，哎，你拍照片了吗？我就问这样一句话，天哪！你不是这样的，你对我可凶了，态度一直都不好，你还觉得我是不是偷拍行为？你说我人品有问题。我说你人品有问题，我的天！你还用这种态度对你没说过你的意思是吧？我没说过，这是他自己加的是吧？行。哎，他说我凶，我觉得我凶了，我觉得我挺温柔的。我有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你争吵，我这还叫凶吗？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他也不把我当那个倾听者，什么事情都不说，就连我生病，他人都不会出现一下。这是为啥？不是你说他有重要的事情，我肯定会出现。他生病算重要的事儿吧？哪次啊？就每次生病他都不会这样啊。你生病你严重，我哪次没去？上一次你就没有去。你麻烦您说详细一点。上一次我跟他说我生病了，人很难受，给他发个信息肯定是希望他来看看我吧。就算你不来看看我，你好歹安慰安慰我吧，是吧？我给他说我生病了，人很难受，他给我回，他说这样的天气你都能生病，你好厉害啊。其实他专挑那么1次2次，也就那么1次啊。你说这话我肯定想起来了。一是你那天病也不怎么严重，然后第二是你之前2次病不是病得很集中吗？上一次你生病，我不是拎了一个很好的保温杯去找你吗？你说你在校医务室挂水，我第一时间就火急火燎的就过去了。但到那里发现你同时旁边不另一个男生吗？是吧？你好意思说？我已经跟你事后说了很多次。我不跟你纠结这个男生是谁，我也不关心是谁，你有你的圈子，我不干涉。但是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舒服呢？跟我甩脸呢？我不是甩脸，我只是说你这个事情，你这个同时你可能告诉我，也同时也可能告诉别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小病同时出现的人可能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就没那么上心。我肯定有出事，第一时间是找的他呀。他自己给我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说自己会不会来，然后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挂水了呀。我如果去不了，我肯定会直接跟你说去不了。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你应该清楚。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我过生日，然后你没有说你会不会送我礼物，你都不会理我。这个事儿先让我们弄清楚，你们俩先别扩散啊！你们俩这聊天方式稍微有点跟不上了。你去医院挂水，对，有另外一个男生陪着你，对。对，我不纠结那男生是谁，我不跟他纠结。我纠结，你让我纠结会儿，对吧？这确实这需要纠结的，你不纠结，你纠结啥呀？你确实这不像谈恋爱。你的理由如果没听错的话，是你通知了他模棱两可，所以你就邀请了另外一个男生陪你去，是这意思吗？我没有去邀请，那天是这样的，我先跟他说了，我在医院挂水。然后他是不置可否嘛？结果那天下午是刚好有个学长给我发信息说你在干嘛忙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属于朋友之间的关心。我说我生病了，在医院嘛。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过来看看你咯。他就过来看看我了，对吧？这也很正常呀。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医院觉得可怜，又发了一个信息邀请去，是吧？并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倒是没什么好介意的啊。对。所以咱们别放大这件事儿啊。你们一举例放大这事儿就走味儿了。按男生刚才那个说法，这个事儿就不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发现你挺会偷换概念的。你的意思就是，
我不来你就通知其他人来呗，这是你说的吧？可以这么说。对啊，那你完全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概念给扭曲了。其实我觉得你在意吗？我有点在意。这在意就是在意，不是有点特别在意吧？那倒还好。真的啊？那女生你的感知是对的，你的恋爱谈的是假恋爱。还有其他的事儿吗？有，我觉得他不会去关心我的，他只是在觉得，可能我现在有空，我有心情想陪你，我就找你，而不是说我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重要的场合是找不到人的，就像我车子晚点一样，他也不会在那里陪我等。不是你说车子晚点，我就记忆特别深刻，你那次你车子晚点8个小时，我没记错是8个小时，晚点到凌晨1、2点，我不一直陪着你，陪到凌晨1、2点，我自己车我都没去坐。对啊，你那时候是因为想陪我呀，你因为你有心情啊，你想去等我呀，对吧？你从下午1、2点陪我等到了晚上凌晨1、2点，我可感动了，我还觉得你贴心呢。可是第二次呢，你因为忙着要跟别人去玩吧，还是怎样呢？你就把我撇一边，说走就走了。那一次？对啊。那一次什么情况？你不能说全回来吗？什么情况？就是我在那里等车，车子晚点，你陪我。然后其实到4、5点，我想着吧，他也要回去赶末班车呀，我也想放他走。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回去啊？”他说：“那你给我买一盒鸭脖吧。你给我买了鸭脖的话，我就在这里陪你好了。”行，我就噔噔噔噔去给他买鸭脖。然后我买了鸭脖回来，他吃完就走了。哪像你说那么夸张？当时不有突发情况吗？我一朋友刚好路过，然后要捎我回去，我征求了你的意见呢。当时你说刚好顺路，你回去呗。然后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了。那可不嘛。你这么听话呢？那我让你对我好点，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对你挺好的，我觉得。你还觉得你很善待我，关注我是吗？你看你争吵啥的，我不跟你发生争执，我觉得那很浪费时间。现在男生是打算到哪儿工作呀？去沿海深圳。哦，就等于要离开现在生活的地方是吧？女生是不愿意的是吧？我想留在父母这边呀。留在哪儿？留在南昌。哦，南昌。所以男生一定要走吗？我觉得首先沿海那边工作，因为跟我的专业也是这样，我是学国际贸易的，那边做外贸，我做业务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然后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在学校了，已经毕业了，我觉得应该为未来考虑了，应该出去。你怎么考虑啊？我就觉得吧，他都这样一个态度对我，我感觉就是可有可无的。然后他现在还是这样的臭脾气在这里乱发。如果你要走，我就不跟你了。我觉得你能不能别在意这些小事情？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往前看。我们已经不是在以前的学校里了，这些小事情真的可以忽略掉。我们一起为未来努力，所以你们这3年恋爱是怎么谈下来的？我也搞不清楚啊。他们俩是用2个逻辑在对话。女生的逻辑是说，你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如此这样不在意我，现在你走了，我当然对这个感情看不到希望了。因为他质疑的是你是否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们在异地了，你可能这就无疾而终了，不如我们就散了吧，这大概是女生的想法吧。所以男生你就没听懂，然后你就按自己的想法来强调说，哎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工作，这对我有利，我是要给我们未来一个生活的。你没有回应的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儿。女生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人家吗？喜欢。你爱人家吗？爱。那你为什么不参与到人家的朋友圈里？你为什么不跟人逛街？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愿意为他做一点点的牺牲和改变？马上都要哭了，为什么？你回答他不就完了吗？我实在是觉得，相比于其他的事情来说，这些事情实在的太……可是他觉得很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哪是小事啊！如果你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怀疑我，那以后我们生活碰到的别的困难呢？又不关心我，不在乎我的感受，到时候别人一句话说你孩子是不是你跟你老婆的，你是不是也要怀疑一下呀？来问看我呀。这你想的太远了。我说实话，有些时候可能是我没做到位，但有些时候你想的……你跟我说句实话吧，去了深圳你还想跟他继续吗？我想全都要啊，就是说我想出去，同时也想留着他。就是2选1的话，选谁嘛？你看他犹豫啊，我知道他就犹豫。你让人说嘛。我觉得不要这样逼我做这种选择。我觉得不是我逼你，是他逼。这现实不就摆在这儿了吗？就你在我身边，你都没有体贴过我。现在你说为了我你要走，我能信你吗？给你翻译的够直白了吧？选一个。我选不了。行，姑娘。你喜欢这臭小子什么呀？其实我喜欢他，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我告诉你喜欢他什么？特立独行，从不听你的，无法征服。你喜欢征服他，不是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呀？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生气其实蛮可爱的。哦，你喜欢臭招，你知道吧？你是个吹气球的，他是个气球是吧？吹起来你就高兴了，是这意思吧？也不是这意思。你喜欢他什么呀？性格，当初是性格。什么性格？就是有时候有点脾气，然后挺开朗、挺外向的。现在还喜欢吗？喜欢。所以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不愿意为这个人做哪怕一点点让这个人高兴的事儿呢？可能是因为在我心里，我同时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你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你跟我说你在谋划着什么大事儿？毕业已经出来了这么久了，就是说很多事情跟学校啊。来吧，各位老师，你们来帮一下这一对年轻的小恋人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肯为你做任何事情的男人，大多是不爱你的。委屈吧？这么多年，没人陪你逛街，没有人肯走进你的社交圈，生病的时候没人在身边，是不是好像有他和没有他也没有太大区别？那你要他干嘛呢？你会谈恋爱吗？当然，就像你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既然要接纳另一个人走进自己的生活，就要融合彼此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想干嘛干嘛。你要么就不喜欢他，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你不陪他做那些事情也就算了，你说你不喜欢，你谈恋爱你连吵架你都懒得吵。哪有情侣不吵架？你刚才在说什么？你说你看我都不跟你发生争执，那个男人你看我都不纠结他是谁，你连醋都不吃啊，架都不吵，那怎么叫谈恋爱呢？怎么叫喜欢呢？谈恋爱不就是逛街吃饭看电影交朋友，互相之间在生病脆弱的时候抚慰对方的心灵，这不就是爱情吗？然后生气的时候吵好了又和。你完全没有感受这一切，所以你没有在谈恋爱。陪女朋友等车不是应该是幸福的瞬间吗？陪女朋友逛街不就是那种烦躁但是又欢喜的时刻吗？所以你要么就不喜欢他，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如果不喜欢他就跟他分手，不喜欢谈恋爱咱就一个人过。但是不能说我也不是太喜欢他，反正我正在筹谋我的人生大事。台下坐的这些观众都是成年人，人家都是一边享有家庭生活，一边有爱情，然后一边呢有工作有事业，不都在一起进行吗？不要找借口，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要去深圳了你在那儿老老实实给我等着，然后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跟你唠唠。不要这样，不喜欢就散了。我只能祝福你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人生有一种不幸，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我想请问男生，你自己认识自己吗？熟。对，你用的词很准，只是熟悉而已，但是不认识。男生刚才说他从来不和你争吵，直觉告诉我你更多的是不屑和他争吵，但是你会把这种不屑、不满、讨厌刻写在脸上。女生是这样的吗？所以恋人之间有时候不争吵比争吵更可怕。刚才女生说恋爱3年你从来没有陪她逛街，确实天下绝大多数男人都讨厌逛街逛商场，但生活当中你去看，有太多的丈夫和恋人在陪着女性逛街逛商场。比如我，
这就是爱，这就是迁就，这就是生活。我有时候真的非常讨厌，但我脸上还要露出笑脸，因为我妻子她高兴。你连这样的生活小事你都要和她计较，那等到哪一天有了生活大事，你必然会寸土不让。我们只要是爱上了一个异性，我们不知不觉的都会为他去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因为我爱他，我愿意。所以有时候你会说我是任着性子，可能是个性，但恕我直言，我更多看到的是自我。我们一个人如果说太自以为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他往往不会有长久的爱情。另外，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她要到深圳去工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到上个礼拜她拿到了入职通知才知道。也就是说，她前面有这样的规划、想法、计划，甚至和他们的联系，你一概不知，她从来不告诉你。对。我有告诉过他，但是具体的地点还有工作内容我没有告诉他而已，因为我那个任职通知没有下来，我没有给他。我告诉你，是恋人的话应该磋商，我们探讨。你不要拿着公事公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们是恋人啊，不是工作伙伴啊。他把我当兄弟一样。姑娘，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为这样的感情不值得，为这样的男友不值得。有2句话，我让女生考虑一下：寂寞的时候才想你和想你的时候才寂寞，你觉得他是哪一种？寂寞的时候才想我。对啊，你非常清楚自己在他心目中的这个位置，所以你到底是爱着他，还是爱着这段爱情，还是觉得自己不甘不服？其实你好好自己想一想，就这么多细节和这么多让女生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你都忍过来了，你到底在期待什么？3年了，我觉得你3个月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呀。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伤心都是曾经自己的不甘心嘛。没关系，擦干眼泪之后，你只要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然后跟男生说的是，你绝对不是不会爱人，你绝对不是不会谈恋爱，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会谈恋爱的人，只是对面的这个人不是你爱的人，他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过客。那既然是过客，咱就好聚好散，不要欺骗，不要隐瞒，好不好？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我特别清晰的记得你在舞台上有一句话和一个动作，就是当问到女生说我的朋友聚会她从来不来，然后你说她的朋友聚会我一般都会去，是吧？她当时用一个非常轻蔑的眼神说，我没要她来，是她自己要来的，没错吧？其实在有一些这个男生的这个大学生涯当中，他找女朋友只是个摆设。那不都说大学不能少一场恋爱吗？明明没那么喜欢，你干嘛要吊着？干嘛要说我很难选？我既想去到深圳，又想留住这段感情。为什么要这样？你去奔你的事业就好了。你明明知道没有那么爱他，你干嘛要浪费他的时间呢？要让他在南昌痴痴的等待你呢？明明不够爱，就直接说出来，你该去哪儿去哪儿。而且我告诉你，你也别自鸣得意，他那眼泪还真不是为你而流。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他喜欢的是一直求而未得的感觉，爱而不得的惆怅。你说呢？你说这男生有哪一点值得你喜欢？不关心你，
不愿意为你有一点点付出。他有哪点值得你爱？那唯一要说的话就是你一直从未得到过。你觉得自己很可悲，3年都没融化他，自己很无能。但我告诉你，这没有什么无能不无能的。你在可能该谈恋爱的时间碰上一个不太适合你的人，如果你的眼泪是留给自己的，没问题。但如果你的眼泪是留给他的，那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希望男生待会儿在60秒当中像个男人一样跟他说，我没有那么爱你，你在南昌好好的工作和生活，我还保持一种对你的尊重。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来，小伙子，我只说感受啊。我觉得玩世不恭啊，风轻云淡啊，或者叫掩藏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年轻的时候男生大概都会有，对吧？我要酷酷的嘛。尤其是博宏老师那个问题，两个人对答的特别好。你认识你自己吗？熟。年轻小孩就愿意这样，那是他的个性的表达和表彰。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年轻人要有点小个性，没问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我觉得你在这场恋爱里面，你的生活热情没有被这段情感点燃。你说谈恋爱为什么要逛街？知道吗？其实逛街你可以观察一个女性对于商品兴趣，从而了解到这个女性的教养，对生活用品的一些追求，一些价值观，这是购物当中都能体现出来的。为什么不看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朋友？他说什么不重要，你发现他交的一些朋友，他们聊的一些事才是他的日常。那是因为你想探究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他渴求了解，他才愿意去。你没有啊，你没有渴望啊，所以老师们才会说，也许你从来没有爱上过他。反正坦诚一些，女生啊，哎呀，就这么着吧，谁不谈场恋爱啊？没有什么失败。其实我看也挺成功。你经历了一场这样的恋爱之后，下次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爱你还是不爱你。所以我觉得生活都不是白过的。来，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涂瑞老师说的很对，我觉得我不够爱你，我很抱歉，我浪费了你3年的时间。来，开灯吧，不让这姑娘再煎熬了啊！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觉得这样也好，可能听起来对女生特别的残酷，说3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是一个残酷，但是让一个人了解真相，总比蒙在鼓里要好，因为人生路很长嘛。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看，女生听了这么刺痛的话之后还会再出来。来，请开门。风雨中